大家好，今天是10月8号。昨天晚上美国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相对是比较强劲啊，包括那个失业率预期是在 3.7， 最终的一个数值是在 3.5。但是比特币价格现在是右跌，这么强劲的一组数据，很多人是看不明白到底是属于利空还是利多。等下来跟大家解读啊，不然今天视频再来讨论一下前2天视频有给大家提到的一个买点，从19000修正到19300美金。我是没想到昨天压回的这个点位它也是没破。那这个位置不光是我给的19300，昨天晚上 Discord 社群上面程序也是给了一笔多单的建议，是在19300附近啊，或者是从周线，今天也是跟大家聊一下有没有可能周线还是往上看啊，包括它的月线的 MACD 指标，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以及日线的这个19300。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啊？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eyond OK 返佣 20%， 或者是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不用认证啊，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那么来看一下我前2天跟大家讲到的一个支撑位，就是这个19300，它主要就是在这一根过的时候就过了这个20 MA， 其实这一根一半的位置大约就是在19300的位置。那短期我们尽量就观察这个位置必须要守，因为它自这一波的低点连续不断的出下影线，或者是多方的吞没，就这一根也是很重要的一根多方的吞没。因为我们可以如果按裸 K 来观察，它是一个低点比一个低点高，那这一次的低点能不能再垫高，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趋势啊，就这个趋势线不能破。短期为什么非常的焦灼？还是一样，昨天跟大家讲的，就前2天有跟大家讲过，在这一根的时候跟大家讲，你不要就去追高，看有没有压回，只是猜不出来压回的点位到底会在哪一个位置。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晚上的这一组数据，很多人是看不明白到底是属于利空还是利多。就短线来看是没错，是属于一个利空啊，因为失业率如果是强劲，或者是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它是比预期25万增加了1万多，或者是失业率本来预期是在 3.7， 最终的一个数值是在 3.5。 如果是看短线的人肯定是觉得这就是一个利空，美联储下一次加息可能就没有什么顾虑啊。但是我的一个观点是肯定还是会加息，因为我们下一次要留意的就是13号下周四的时候，我们尽量要再去留意那个美国的 CPI 有没有可能会不会就是再拐头。但是我的观点还是一样，就算 CPI 如果是继续往下掉，我的观点是美国那边还是会继续加息。至于这么强劲的一组数据，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看长线啊，长线它其实属于一个利好，因为全球都知道现在经济是在衰退，那衰退的话为什么数据会这么强劲？那有没有可能就类似美国总统在讲的，拜登总统是讲啊，非农就业数据表明我们正在向稳定增长过渡啊，是不是衰退有向在稳定增长去过渡？所以我的观点是不排除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这2条线在这个区间里面不断的反复震荡，只是猜不准它到底真的要再压这个19300啊。你如果看我的程序，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晚上 Discord 上面程序给的是在19389啊，你有做对的话，这个30分钟的盈亏比是1:1啊，看个人的一个取舍。你如果是你仓位重的话，或者是要留一部分仓位，就看你仓位是目的为了长线还是短线。现在就这个区间啊，非常的窄啊，它下去能破得下去吗？那不然你的止损就是这一个19300设一个1%的一个止损。那另外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上周的周线啊，都是在仙人指路啊。就是前面这个位置跌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过几次，它为什么重心是连续都是收在这一个周线上方，也是说明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有人不想让它再下去，但是上去的话上面也是有很多压力，所以它有可能是下来继续就是把重心压得很低，把一些就是高位套的筹码在这个位置继续下的话，那现在行情来到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细心留意一下这一根的 K 线，它是有一个仙人指路。仙人指路为什么这一根 K 线现在是还没有收啊？要看今天跟明天收盘会收成怎样。就目前来观察，它是有一个仙人指路，仙人指路已经2根了，2根，那就这一周的走势来看，而且是在缩量的情况下，放长假的情况下，
它的价格一直稳在这一个引线里面，那说明这个引线就是有实力的一些资金在搞的。当然不排除也要看这一周的周日，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目前周线的几个指标，其实是一直在估计有没有可能这一次就是周线的 KD 指标，如果是能走成一个金叉，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去挑战这3条均线柱，然后后面看会不会在这上方继续整理或者是我们再观察一下它的月线月线其实是这样子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整个比特币的月线，它的 MACD 指标1根、2根、3根、4根、5根、6根、7根、8根、9根、10根。而且这个值基本上就是在零轴附近这一条蓝线是破了零轴，但是这一条橙色的这条线目前是还没有破零轴，所以历史上的几个位置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就比特币历史上在底部出来的时候，它有几次像是这一个19年、18年的这个底部，当时比特币也是犯了10根左右的这个红柱后面是就起来，但是起来它也没有大的，就是一波顶喷以后，后面又死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个历史底部，比如说这是14年这一个位置也是犯了接近16根左右后面行情就出来，所以目前的位置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我的观察是月线的 MACD 指标已经是接近10根了，如果再整理个2个月，有没有可能上涨一波，然后看会不会再整理？因为它这一个 KDJ 指标也是在非常低的超卖区20下方不排除有没有可能这种金叉的行情，所以一直在猜测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做空，你如果要做空，你等这种金叉到高位的时候，如果它过不了50的时候再找空点。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